好了，各位，本片重点就是会拿万叶白竹、夏洛蒂还有这个钟离情进深渊配对给大家看看。所以说要卷就要往死里卷，我们直接拿雷电将军来做对比。今天国家队是我水神的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黄，今天已经抽到水神了，来给大家看看，我已经拉到90级了。然后天赋呢，我拉到已经168，然后武器用的是这个很久以前的武器。斧子之剑，圣遗物呢，我带的是这个王金剧团加战绩伤害的，然后命座灵命。等下呢，我要测试这个深渊的表现，在开始之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面板。我的面板是这样的，暴击暴伤50 179，但是不只是50，因为我的这一把武器呢，战绩会加12%的暴击率，所以这边会达到接近62。然后充能是168，充能要堆多少呢？我建议大家堆到60到70左右，应该就够用了。我自己循环下来还是蛮舒服的，在双水的情况下，然后带的是生命杯，所以下边没有显示水伤。然后仪器给大家看看最后3件：生命沙漏、生命杯、暴击伤害的头。关于这一边呢，我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水上杯子，我自己有做一个测试了。其实水上杯子跟这个生命杯子呢，它的差距不会非常大，但是因为我的这个水上杯子面板很好。所以最后打出来的伤害呢，是这个水上杯子伤害会比较高，所以它的情况呢有一点像雷神，因为雷神就是攻击的杯子跟雷伤的杯子哪一个好选哪一个，所以它大概也是这样子的情况。因为我这个水伤的杯子真的是太好了，所以伤害打得比较高，差距大概在4、5千左右，所以我觉得各位哪一个双爆高就选哪一个吧。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带上去你去打试一试，看那个大螃蟹冲过去的伤害在多少差距。我自己是4、5千，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东西。最后呢，我自己是带了这个生命的杯子做测试的，因为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呢，我一开始就带着生命杯子了，所以我测到完过后，我才去看这个仪器，才发觉水伤杯子比较高，所以给大家知道一下，我其实整个测试影片都是带着这个生命的杯子的。好，关于武器这边呢，如果大家没有斧子之剑的话，可以考虑去钓鱼弄这把武器出来，我觉得这把武器也是不错的。我还没有做这个武器的测试，过后把这个详细的过后再出。今天我会专注于这个深渊的配对测试。然后关于水神的天赋加点呢，最主要是点大招，因为大招增伤，他的自己的那个小娃娃可以吃到，而且队友也可以吃到，所以大招主点。下一个到战绩，因为它战绩的伤害呢也是蛮高的，就是它的召唤出来的召唤物。然后普攻呢，我们是没有打普攻的，我们通常带那个黄金乐团，就是躲在后面给他增伤战绩伤害，所以是不用点普攻。好，所以主点就是点大招，然后战绩，然后普攻不用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由于今天是水神的第一天卡池呢，所以小黄能够做的测试非常有限，所以小黄只做一些比较热门和有话题性的队伍给大家看一看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好，今天这个影片呢，专注测试在2个点。第一个点就是纳维莱特的队伍，然后有3种配对方式，一种是万叶白竹，一种是万叶夏洛蒂，一种是钟离情。好，给大家看看我水龙王的面板，生命是34000，然后双爆是这样，然后水上的杯子，然后武器呢带的是这个流量乐章。然后仪器是这个加暴击率36的，然后灵命，然后天赋。然后第二个队伍呢，就是小黄一直很感兴趣的队伍，就是这个福宁娜拿雷神的队伍，就是我把雷神跟这个水神调换一下，然后队友是一样的，给大家看一看跟雷神的对比。因为现在雷神应该差不多复刻了吧，所以可能有些人要补命座，还是要抽一个灵命的雷神，所以这边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，看看到底水神跟雷神有什么不一样，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有什么亮点。好，给大家看看我雷神的面板。首先先说雷神带的是渔获，这边有藏着12%的暴击率，所以这边打开来看，所以这边要加12，所以爆伤是在163，然后充能是250。然后这一个雷伤呢是充能转过来的，因为我带的是攻击杯子。然后武器刚刚看了，然后圣遗物呢带的是绝缘套。好，这边攻击杯子给大家看一看。然后命之作灵命，天赋690。由于这一次的深渊呢，水神走下半会比较适合，所以呢我会把水神放在下半的深渊里面，
然后我为了让大家方便看这个深渊的配对，时间打得快跟慢呢，我会把时间列出来给大家容易明白。好，这边给大家明白一下，小黄呢是有一直重开去测试这3个队伍打得最快的成绩的。现在我把他们最快的成绩放出来给大家看了，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在第1天里面做了测试，所以我最后的队伍呢是重力跟晴在第1间打得最快，然后夏洛蒂跟白猪呢是平手的这里。然后第2间呢打得最快的是夏洛蒂，然后其实没有相差非常大，大家不用太在意。我这个放出来时间呢是给大家知道一下，给大家有一个直观，他们其实打出来的那一个伤害呢是差不多的，都差不多的时间结束的。好，然后第3间呢的下半呢，这边很明显可以看到白猪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应该是在对单的情况下，血条蹦迪这个机制呢，白猪是吃到非常多的优势。因为对于血条蹦迪呢，水神的那个增伤就会吃到很多，而且水神的宠物呢是会烧队友的血的，它是烧队友的血来增强宠物的那个伤害。可是如果你的队友呢血量没有多过50呢，就吃不到这个增伤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白猪就非常强势了，因为他的那个战绩呢可以全队回10000的血。我是可以回到10000，因为我现在是充能沙漏、生命杯还有治疗头，可以回到10000，是很夸张的。好的，纳维莱特的这一个配对呢，这3个队伍里面呢，小王最推荐的呢是这个白猪的队伍，因为白猪的这个队伍呢，好处就是它战绩就可以给全队回大量的血，我是可以回到10000，所以是非常多。然后他这个水神呢，他的战绩呢是会扣队友的血的，所以是非常几何，是非常强的这个队伍。而且你不要看白猪没有护盾，可是他开大招过后呢，他那个小小护盾呢，其实算是一个扛打断的，因为他那个小小的护盾爆掉过后呢，你的纳维特就不会被击飞。我在打这个12-3的时候呢，是没有被击飞的，因为我就靠那个小小的护盾去扛。但是敌人多的情况下呢，白猪的优势就会少过中离了，因为中离的盾是无敌，白猪的盾呢是小小个而已，一下子就会爆掉。所以你在少敌人对单的情况下呢，白猪这个队伍是非常强啊，因为看那个12-3是打得非常快的。虽然我的这个纳维莱特是0命，但是以这一次的深渊情况来看呢，我的白猪还是够用的，至少不会有常被打飞的情况啦。好，现在到雷神跟水神的配对对比，在第1间的情况呢，因为后面有3个火法师，所以水神的配对呢比较好破那3个水法师，所以打得会快一些。对比雷神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快，因为水神的队伍里是没有一个相对算是主 C 的角色，所以有一点让我意外这个速度。然后到第2节的下半呢，就是对单的情况呢，雷神就扳回一手了，但是没有相差非常大，大概7秒左右，所以水神还是蛮强的。然后打到第2节呢，我发觉一个情况了，就是不管哪一个队伍，我觉得只要有巴尼特呢，都很容易暴毙。因为我对比上一个影片的测试呢，我是用那个没有巴尼特的队伍，我不会一直暴毙死掉。那我做这个雷神跟这一个水神的队伍呢，我是一直会暴毙被蒸发打死。所以我感觉现在策划应该是在温水煮青蛙吧，开始有意无意的在为难巴尼特的队伍了。好，来到第3间呢，2个都非常接近，差1秒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分别，所以都很不错。我有点意外，其实水神的队伍是真的没有主 C 的，可以打得出好像有主 C 的队伍伤害。我觉得这个水神蛮强的，各位能抽的尽量抽回来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因为我拿它来对比雷神了，竟然没有差距非常大哎。好的，各位，水神影片我就爆肝到这边先了。我个人这边来个总结吧，我觉得这个水神是蛮强的，因为我已经拿来对比雷神了，就是这些抢雷神的队伍打出的伤害也是非常接近在对单打桩的情况。如果在那种对群的情况呢，反而是水神会好一些，如果要破盾的情况下的话。所以我觉得水神这个角色能拿还是拿回来比较好，因为毕竟后面的体系应该会围绕着水神。然后纳维莱特的队伍呢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地抽一个白猪，现在因为现在是白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特地需要抽一个白猪，因为你可以用夏洛蒂或者钟离配一个琴，打出的速度也是没有相差非常大，在第1间、第2间，只是第3间对单的时候呢，白猪的优势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苟一苟先，因为毕竟我好像听到消息在4.4
有一个新的角色会把白族踢出去，大家敬请期待。我觉得有纳美莱特的尽量补一个水神，后面还会有一个角色回来补足这个队伍的，所以白族没有非常必要，因为我试了钟离跟晴和夏洛蒂，还可以接受，我觉得。好，如果我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多关注一下我这个频道吧。再见各位，拜拜。